女大学生第一次去相亲就被拖进树林里强行欺负，不料隔天发现惨死在悬崖下。更奇怪的是，警察查看监控后发现，女大学生竟主动脱衣诱惑学生前往小树林。警方本以为家教学生是杀人凶手，可警方调查后却发现他根本没有作案时间。正当案件一筹莫展时，刑警只是看了一眼家教老师的摄像机，竟瞬间找到了破案关键。而事情还要从不久前说起。重获自由的高成斌开始迷恋上成功犯罪后全身而退的成就感，他不仅不思悔改，反而开始自学刑法。他不是为了维护公义，而是为了精准的找出每一条法律背后的漏洞，为未来的杀人创作提前买好免责保险。这种扭曲的心理，在高成斌还是幼儿园学生时就出现端倪。他以虐待小动物为乐，那种看着生命在手中挣扎熄灭的过程，能带给他病态的愉悦。而这一切，对忙于社交、私生活混乱的高淑华来说，并没有放在心上。但为了避免儿子在外面惹麻烦，高淑华决定将他锁在家里，并请来了一位19岁的女大学生莉迪亚担任家庭教师。莉迪亚年轻漂亮，但也带着年轻人的浮躁不习时，她总是抱着手机和朋友聊得火热，短信提示声此起彼伏。对于高成斌来说，这种忽略是对他的一种冒犯。当莉迪亚意识到氣氛不對時，才不情願地放下手機。5分鐘前你已經做緊呢一題啦，唔識做啊嘛。你而家唔係應酬我啊，係你媽咪想谷你入 higher level， 想你讀到美國頂級嘅大學啊。你再逼我求其揾個藉口同媽咪投訴你，你都唔使旨意再入佢間 chamber 做 intern。權力的壓制讓莉迪亞閉了嘴。然而這種平衡極其脆弱。一次補習中，莉迪亞俯身撿東西的瞬間，高成斌的眼神變了，眼神中帶有青春期的懵動，還有對破壞美感的渴望。他開始在網上秘密搜索各種荒涼危險的徒步路線，他似乎又在策劃着什麼。不久後，高成斌以爬山為由，邀請莉迪亞前往一處絕美的海邊懸崖。在波濤洶湧的懸崖邊緣，莉迪亞正沉浸在海風與拍攝美景的美好中。他並不知道站在他身後那個少年，眼神正逐漸變得陰狠而毒辣。那一晚，高成斌沒有回家。第二天，害怕高成斌做出傻事的高淑華焦急地趕到山腳下，不斷撥打着高成斌的電話。當看到只有高成斌一人下來時，他的心頓時涼了半截。莉迪亞呢？好在身為頂級律師兒子的高成斌沒有做出這麼明目張膽的蠢事。莉迪亞後腳也從山上走了下來，只不過看着莉迪亞面色潮紅，眼神躲閃的樣子，高淑華一眼就看出倆人之間發生了什麼事。可在現場時，他並沒有明說，只是回家後立馬追問高成斌：你同莉迪亞開始係幾耐？開始乜嘢啊？哦，媽咪係驚影響我學業啊？唔使擔心喎。佢係我 miss， 我哋要行山啫嘛。咁行山有需要行到食晚都唔返屋企咩？咁你就好鍾意同嗰啲男人去酒店過夜咯。這一刻，母子間的博弈已經不再是教育，而是某種病態的對抗，並且從那以後，兩人便常常以補課的名義待在一起。高成斌卻熱衷於看一些血腥、暴力殺人題材的變態影片。沒人知道他從幼兒園開始就對生命毫無敬畏之心。他經常虐待小動物，冷眼旁觀別人的痛苦，把傷害他人當成最大的樂趣。1年前，他曾將一名8歲男孩誘騙到天台護欄上撿氣球，然後從背後將其推下，導致男孩當場墜亡。這一切證據都指向當時在場的高成斌。可在法庭上，他聲淚俱下，表現出滿臉委屈恐懼，把自己塑造成想要施救的無辜少年。他的母親利用專業能力，鑽着未成年人保護法的漏洞，為他層層洗白，最終讓他全身而退。可就在走出法庭的那一刻，他故意走到受害者母親面前，帶着一抹戲謔和炫耀，說出了那句足以擊穿所有心理防線的話：我是故意的。從那以後，他常常回到那個天台故地重遊，犯罪成功的快感讓他無法自拔。即便如此，他的母親依舊選擇視而不見。然而正是因為母親一味的溺愛與包庇，成了滋養惡魔的溫床，更是讓他再次動了殺心。他把補習的女老師當成了目標。當他發現女老師對花生過敏，隨身帶着急救針時，一個可怕的念頭再次萌生：你想不想出去走走啊？這天，高成斌向母親提出要帶老師外出遊玩，預感不妙的母親派2個保鏢24小時看守。為了騙過保鏢，高成斌讓老師戴上帽子口罩，出門時就跑，引走1名保鏢。當另1名保鏢衝進屋內時，高成斌就順勢溜走。然而正是這次出門，女老師徹底人間蒸發。19歲女大學生李啟林3天前懷疑一個人去爬山後不知所蹤，至今仍然沒有消息。警方根據手機定位立刻上山搜救，並很快查到高成斌時最後見過女孩的人。面對警察的詢問，高成斌異常鎮定，一旁的母親更是心領神會，當場幫兒子做起了偽證。他一直都在家，沒有出去。從警局出來後，高成斌面不改色地告訴母親，那天只是和老師去看了電影，看完就各自回家了。
你们去哪里看电影？是谁付的钱？你不用担心，那天我没带手机，用的是现金，他们逮不到我的。身为律师的母亲，此刻都被儿子强大的心理素质吓到。任你说了，真相如何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怎么讲故事，拿什么给别人看。我有记住。另一边的警方在女孩家中通过一张相机维修单找到了维修店，看到了她最后拍的那些照片。你看这张照片，我觉得他们不像补习老师跟学生这么简单，也就是有足够的嫌疑，抓高成斌回去聊一聊。更让案件陷入僵局的是，高成斌的律师母亲高淑华为了保护儿子，第一时间就将他送去了国外，彻底切断了警方的调查线索。由于没有受害者遗体，没有任何证据，这桩失踪案最终只能被迫搁置，成为一桩悬案。直到1年后，法官严慧芝在审理一桩少年盗窃案时，在进行赃物清点时，竟然发现了那名女老师的手镯。被告，这个手镯你怎么得来的？是范少给我的。由于出现了关键性的证物，严慧芝决定重启案件的调查。警员从范少的口中得知，这个镯子是他在榕树澳捡到的。Lydia手机信号最后的位置是在北潭冲，完全是相反的方向啊！所以我们一开始搜索的方向就错了。于是警方投入大量的警力，重新对榕树澳进行搜索。这次终于让他们找到了关键线索。何 Sir， 有发现！可不幸的是，雷迪尸体早已腐了，只剩下一堆白骨。法医根本无法从这堆残骸中推测出他的具体死因，但通过其旁边的铁链可以看出，雷迪在死前双手曾被人反锁在身后，从而可以推断是他杀的可能。可警官本想以此说服领导立案调查，可没料到领导却以所有推测均无实质性证据为理由，一口否决了他，因此案件再次被搁置。就在严慧芝还在为雷迪的案件一筹莫展之时，一件更让他崩溃的事突然发生了。邱大壮，言官，邱天雪涉嫌谋杀男子张景祥，我们来拘捕他。这是拘捕令。他的女儿邱天雪竟然被警方列为了杀人嫌疑人。为了全力帮女儿洗清冤屈，他毅然辞掉了法官的职位，转而以辩护律师的身份帮女儿来打官司。殊不知这起案件的棘手程度远超严慧芝的预料。根据邱天雪的回忆，案发当天，张景祥通过电话通知他，让他先去自己的办公室等候。他也没有多想，就去了张景祥的办公室。可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在办公室里玩了一会手机后，突然就感到一阵眩晕，浑身无力，然后就失去了意识。我中间好像醒过一次，看到张景祥他拿着一把刀，然后，那你记不记得张景祥有没有尝试拿回你的刀或者抢你的刀啊？严慧芝和丈夫邱光正拼命引导女儿回忆案发细节，可此时邱天雪脑海里只有一片空白。就在这时，警察拿出了一组照片，照片里邱天雪衣冠不整，躺在张景祥的办公室里，而张景祥的尸体就倒在他身边不远处。看到照片的那一刻，邱天雪彻底崩溃了。